再来一瓶。姐夫，开门！苏婉晴，别以为躲在里面就没事了。苏婉晴，今天不还钱，老子把你这破房子拆了！躲？你能躲哪儿去？这模样，比他妈镇上那些娘们带劲儿多了。吵？谁在吵？喝，就知道喝，瑶瑶都被你喝死了。 瑶瑶，别走！前世的手，我真的回来了。这欠条你男人可是按了手印的，要么今天把房子抵给我，要么嘿嘿，你陪我好好玩1个月。做梦！不知好歹，跟着那个废物有什么用？不如跟着我们彪哥。哈哈哈哈。 哟，还挺烈。谁敢碰我，我今天就死在这里！我竟然重生了！上一世我抛弃妻子，逼得婉晴和念念惨死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江川，你把念言护好。 这里交给我，江川，他妈长本事了是吧？敢动我的人！这字据怎么来的？你心里清楚。账我认，5天后钱我1分不少给你。你连买酒的钱都是偷的，你有什么本事还账？现在我不但要房子，连你的女人我也要带走，要不然这事儿没完。我说了，我还就一定还得上。 但这5天内，你要是再敢踏进这个院子半步，我保证你以后只能坐轮椅出门。行，江川，你有种！5天后要是见不到钱，我带着码头上的兄弟把你这房子平了。走。你这次欠了100块钱，难道非要把这个家毁了不成？婉晴，以前是我混蛋，这次我发自内心改过自新，请相信我。 把门锁好，不管谁来都别开。等我回来。江川，你去那边干啥？那就一片乱交，鸟屎都没几坨。这小子八成是喝酒喝糊涂了，咱们捡咱们的。当年父亲将一身赶海的本领传授于我，可我却沉迷于喝酒赌博，让父亲含恨而终。如今这一身本领将是我安身立命的资本。 这片暗礁因为有暗流，村里人不敢来，但这底下连着海眼，好货都在这里。运气不错，今天有肉吃了。哎！ 奇了怪，莫非那鱼都认江川不成？这鱼你从哪儿弄来的？你是不是又去镇上偷东西了？乱石礁那边摸的。我说过以后带你们过好日子，赌博跟喝酒我全戒了。这鱼给念瑶补身子，剩下的海螺我明天拿去镇上卖钱。 秋草风霜，抱沧桑，不负人。哟，婉晴，这鱼该不会是江川去哪家偷的吧？就是啊，江川什么德行，咱们村谁不知道？别到时候连累了你们姐妹。哎，江川，你个脏蚊子干什么？嘴巴放干净点儿。 我家吃什么，还轮不到你们来指指点点。滚！别管他们，我们吃饭。明天我再去海边看看，多赚些钱，争取早日把念瑶的病治好。
姐，鱼汤好香。嬷嬷趁热吃，把门锁好。我今天去远一点的潮沟，中午可能不回来。你自己小心点，要是淹死了，我立马改嫁。放心，我命硬。还好老子天生比别人憋气时间长，要不然真找不到这么多好货。极品野生大鲍鱼。等我卖了这批货，换了装备，再来收拾你们。那酒鬼果然不在，今天非要尝尝那娘们儿的味道。你个臭娘们儿！滚！你给我等着，5天一到，我看你们怎么死！哟，这不是江川吗？今天不喝酒，改下海啦？算账！算账！我的乖乖，这么大的石头蟹，个头是还可以，但你这海参颜色发白，这些一起最多给你算2块。二狗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江川喝了几年酒，连眼睛也瞎了？这海参背刺粗硬，肉质紧绷，石头蟹壳硬腿全，到了酒楼那是招牌菜。你想拿2块钱打发我？你要是觉得贵，我现在就背去镇上海鲜酒楼。10块钱，这已经是市场最高价了。15块，少1分，我自己砸了喂鸟儿。成交。掌柜，照这个方子，先抓5副，里面的党参和黄芪不要发霉的次品，给我拿上等货。哟，这不是江川吗？你那小姨子还没断气儿呢。我可说好，上等党参1副就得1块2，5副得6块钱。你有钱付吗？按方子抓药，钱少不了你的。哎呦，江兄弟今天发财了啊！你放心，绝对都是上好的货色，马上给你包好。找死！江川，我警告过你们，别碰我家人，觉得我的话放屁一样轻。江爷，我就是吓唬吓唬。吓唬？拿火吓唬？回去告诉刘彪，要是再有狗来我家门前乱吠，我下次直接拧断你的脖子！滚！我回来了。我还以为刘彪的人又来了。江川，你哪里来的钱买这些？这是我今天下海摸石头蟹换来的，肉和米今晚炖了吃，药是给念瑶抓的。你真的是下海摸的，没有去偷，没有去赌。婉晴，我说过会带你过上好日子，这只是开始。趁热吃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养病。
江川，你今天虽然赚了钱，但刘彪那里怎么办？要不然我们明早趁天没亮就走吧。走不掉的。刘彪在镇上和码头都有隐性，而且我没打算。我江川的根在这里，你们的根也在这里。婉晴，近海的货赚不了大钱，我准备明天开村头那条没人要的破木船，去深海区碰碰运气。深海，江川，你疯了吗？那条破船只要遇上一个浪头就会散架，你不能去。放心吧，念瑶的病没好，还没让你过上好日子，我怎么会让自己有事儿？你是我和念瑶唯一的依靠了。这江川疯了，这种天气还敢出海？管他呢，到时候船翻了可没人捞。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今天就算龙王爷亲自来拦，老子也要嘴里抠出这口饭。这些足够改变家里的情况了。苏婉晴，期限到了，江川那个废物肯定是死在海里喂王八了。今天这房子不但要归我，你跟你妹妹我也要带走。你做梦！要是江川回来了，一定会让你们好看的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去把这俩娘们给我拖出来！臭娘们儿，今天没人能救得了你。谁敢再往前迈一步，老子今天就把他剁了喂鱼！江川，你少他妈在这给我装横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今天你要是拿不出100块钱，我连你一块废了。钱，老子有的是。这么大的石斑，锦绣龙虾，这得多少钱？这里的货去镇上的海鲜酒楼，最少能卖200块，这些够不够？这么大个的锦绣大龙虾，我的老天爷嘞！江川这小子是真长本事了，这一趟出海真是捞到大货了。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那100块钱的债咱们一笔勾销。小黄，赶紧拿麻袋，把这些货全给我装起来，咱们走人。你那100块的债确实清了，但你们今天带人踹坏了我的院门，还敢恐吓我媳妇儿，这笔账我们得算算。江川，你还敢找我要说法？今天没200块医药费，你走不了。江川，你别太狂！上个月刚认了镇上码头的黑哥当大哥，你今天敢动我，黑哥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就算是把天王老子请来，我也要讨个说法。江爷，别冲动，钱我不要了，货我也不要了，咱们两清了，两清了。子巨，滚！以后再敢出现在我家30米之内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……没事了，婉晴，以后在这个村里，没人敢再来欺负咱们。我去换身干净衣服，然后把这些海货处理掉，咱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。双头豹，这个重量，这个品相，在这个年代绝对是抢手的无价之宝啊！看来那个海沟里面的好货不少，仅仅是外围就已经有这个极品鲍鱼了。等我买好装备，一定要去大捞一笔。去，要饭去后门，别把地板弄脏了。我不是来要饭的，我是来给你们老板娘送财路的。小兄弟好大的口气，我这鸿运酒楼什么山珍海味没见过，你能送我什么财路？红姐，
您给长长眼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！这么大的双头豹，起码是深海里几十年才能长出来的极品。红姐，今天这只鲍鱼是敲门砖，我家里还有半米长的深海石斑，以及一只活的锦绣龙虾，要不您给开个价吧150块，小兄弟觉得如何？红姐，这些做成菜绝对不止这个数，这货整个镇上除了我，你找不出第二家。你不要，我出门去对面的聚仙楼。行，这150块是这只鲅鱼的钱，我在私掏腰包给你加50，算定金。以后你只要抓到这种深海尖货，直接送到我这里，我给你最高价。一言为定，下午我把剩下的石斑和龙虾给你送来。江川，这么多钱，那只鲍鱼和锦绣龙虾卖了高价。婉晴，从今天起，你和念瑶不用再担惊受怕了。到时候把念瑶的病治好，再把咱家盖一个大瓦房。这钱是你拿命从海里拼回来的，你收着。你是家里的男人，以后这个家你说了算。给我拿2大袋最贵的富强粉，2袋东北大米，再来半扇猪肉。这些衣服都给我包起来，家里那条破帆船不够用了，是时候换一条大船了。兄弟，看船啊！这船虽然是8成新，发动机我刚打修过，抗风浪得很，去深海拉网绝对没问题。一口价800块给你，200定金。船我今天下午就要开走，剩下的600，半个月内给你结清。行。看兄弟是个干大事的人，这船你开走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江川是挖到龙王爷的金库了吧？这么多白面和肥肉，咱们村长过年也吃不上这个标准啊！各位婶子，这都是江川去深海拿命拼回来的。哎呦喂，婉晴啊，你们家这日子是过上天了啊！这江川发了大财，也不知道去孝敬孝敬我这个当亲姑的，这孩子就是不懂我们老江家的规矩。姑，江川去镇上办正事了，还没回来，您喝口水。我今天来啊，是给你们带天大的好事来的。隔壁村的王瘸子看上你家念瑶了，人家王瘸子发话了，他不嫌弃念瑶，只要你们家意思意思，赔价个50块钱，再把外面那袋大米送过去，这门亲事就算成了。姑，念瑶今年才18岁，你让她嫁给一个40岁的瘸子，还要我们倒贴钱和大米，你安个什么心？呸！你个不知好歹的外姓女人，你妹妹那样有人愿意要，就该烧高香了。你还在挑三拣四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答应王瘸头了，今天这个事儿必须得成。你动他一根手指头试试。江川，你长本事了是吧？敢跟你亲姑姑动手？你爹死的那年，是谁借了你们家2斤棒子面？现在你有钱了，翻脸就不认人了是吧？那2斤长了绿头发霉的棒子面，前年婉晴就已经连本带利还了你，你还有脸提？行，过去的账咱们不说。既然你赚了大钱，孝敬长辈是天经地义的。这2桶油我拿回去。还有隔壁村王瘸子，你考虑考虑，这也是我当姑姑的给你们家寻的天大好事。收起你那恶心的算盘！你要不是收了王瘸子的好处，会来我家。救命啊！杀人啦！亲侄子打亲姑姑了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这江川赚了黑心财，连亲都不认了，要逼死亲长辈了！江川下手也太狠了点吧，好歹也是亲姑姑啊。就是啊，发了财就开始不认穷亲戚了。乡亲们，这个老妖婆，我爹死的时候，她趁乱摸走了我家仅剩的3块钱救命钱。现在
他又想把我那得病的小姨子倒贴钱嫁给隔壁村快40岁的王瘸子。这块肉有5斤，谁现在把这个老妖婆给我嫁出去，扔出这条巷子，我江川当场切肉，1人1斤，绝不食言。小川，婶子今天帮你清理门户，算我一个！你们干什么？别过来！江川，你别得意，过几天台风来了，你那条破船迟早出事儿。刘婶儿，刚才你们也出力了，我江川说话算话，这肉还是你们的。那婶子就不客气了，以后有这事儿还叫我哈。他走了。走了，婉晴。你在家照顾好念瑶，我过一会儿去码头看船。马上天黑了，明天去不行吗？这几天空气潮湿的不正常，可能真有台风到来，我要去做些准备。姐夫，你去吧，我和姐姐会在家照顾好自己的。几天前，我和妹妹连一口像样的饭都吃不上，现在水面落了半墙高，叶瑶的病也在好转。姐，这些够我们吃好久了吧？让你天天吃肉都行。我和你一起去吧。你还是在家吧，外面风吹日晒的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姐夫，就让姐姐和你一起去吧，我在家可以照顾好自己的。行，你和我一起去。前世这场台风来的时候，我烂醉如泥，什么都没准备。房子塌了一半，念瑶淋了一夜雨，病情更加严重。可我依旧只知道喝酒，对他们不闻不问。这辈子不会再有那种事了。给船做完防风措施后，一定要把房子重新翻修的结结实实。终于好了，这样就差不多了吧？你听，这个声音，说明明天浪比今天大，风从东南来，低气压还在压，台风最快后天到。你连这个都听得出来？在海边活命的人，这些是基本功，我以前不该忘的。走吧，天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姐，我的病真的能治好吗？放心吧，你这痨病只要安心吃药，慢慢养着，会好的。可是，药好贵。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，现在专心养病是你的任务。我有点不放心，晚点我再去海边看看。你注意安全。我很快就回来。把这个带上，晚上风大，别着凉了。放开我！你知道老子是谁的人吗？我不管你是谁的人，动我的船，我都要他付出代价。小子，你有种！这两人像是专门针对我的，难道又是刘彪搞的鬼？看来我要早做些防范了。各位乡亲，我现在招人翻修房子，
1天1块5，管饭管肉管茶水，当天结清，绝不拖欠。姜娃子，真的假的？1块5还管肉？孟叔，您要是不信，我现在可以提前给你工钱。不用，我信你。什么时候开工？我去拿家伙去。送我一个！还有我，去吧。以前都说这姜家娃子不成器，你看看现在，又是买船，又是修房，日子可比我们滋润。可不是嘛！我那天在镇上看见他卖鱼，那股子利索劲儿，跟换了个人似的。乖乖的，这肉比我过年吃的都多。终于是有了一点家的样子了，再加把劲儿，先把房子盖好，再把念瑶的病治好。暗处的一些宵小，我也要揪出来，这样以后才能安稳。姐夫，等我们的新房子好了，一定很好看。那是，等过几天我再刷一遍墙，把后棚也搭起来，到时候更好看。我等着。台风最多还有3、4天到，趁这个窗口出海搏一把大的，才是真正能撑住这个家的路。父亲留下的这本《赶海手札》，记录着他以前出海遇到的各种奇事和宝地。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酒，现在我要靠着它，将这个家重新撑起来。你又要出海？台风前后，大货会往外涌，平时去不了的地方，这几天是唯一的窗口。家里现在什么都不缺，你不用。念瑶后面还有3轮药，用到的药材一次比一次贵，新船还有一大笔尾款，这些加起来，靠浅海捡螺捡蛤蜊，得捡到什么时候？即便这样也不用冒险啊，我也能干活的，我们可以一起扛。我知道你怕，但这个窗口错过了，下一次不知道要等多久。我不能让这个家永远只够刚刚活着。安全回来，我和念瑶都在家里等你。家里有这么好的媳妇儿等着我，我怎么会让自己出事？念瑶还在屋呢。哈哈。那个人疯了吧？这种天气还敢出海？疯了疯了！这要是掉海里捞都捞不到。起航！这就是父亲手札里记载的位置了。去他的风浪！今儿说什么都要从龙王爷嘴里抠出一口神来。我操！第一网就有这种好货，这风浪越大鱼就是贵啊！加把劲儿，趁着这个好机会去水下搞点大货。竟然是马氏猪母贝，这种稀罕货，只要开出来珍珠，拿到市场上都是有市无价。风变了，今晚回不去了，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船。不对劲儿，不管你们是谁，敢动我吃饭的家伙，就要付代价。动作快点，干完这一票，哥几个就能潇洒好一阵子了。大哥，
我听说那小子邪乎的很，要是被发现了，你个怂货！咱们3个人还带着装备，怕他个蛋儿！别废话了，去那边看看，别让那小子醒了。不好，那小子醒了！妈的，是个硬茬，一起上，废了他！这帮人竟然还有改造的鱼枪，失算了。死吧！老子弄死你！趁你病，要你命！说说，是谁给你们的胆子来动船？大哥别动手！我说，有人出钱让我们来的，让我们把你的货抢了，船凿了，人打残。谁？我不知道名字，只知道那人老大叫什么黑哥。果然是刘彪那个混蛋。看来黑哥这个麻烦，我要早点解决了。既然动手就要知道后果，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回去吧。姐夫他还没回来，他会回来的。可是风这么大，他说过会回来，一定会回来。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还以为……我说过的话，绝不食言。姐夫，别哭，你看，我带了好东西回来。给你们看点好东西。好漂亮！这是马氏猪母贝，你竟然能找到这种好东西！等台风过了，我拿到镇上去出手，念瑶后面的要钱就差不多了。你真的在把这个家撑起来？老板，验个货。成色马马虎虎，稍微有点不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100块，就当交个朋友。老板，你拿我当外行忽悠？这个级别的珠子，100块连个零头都不够。金老板，我上个月订的金手镯打好了没？哎呦，王太太您来了。哟，好漂亮的野珠子！小子，我给你200块，东西我拿走了。不卖。嘿，200块你还嫌少？就你这穷打扮，在海里泡1年也挣不到200块。做人别太贪心。想捡漏也得先懂行。这2颗是顶级的马氏佛珠，你想花200块买走？你个臭打鱼的，在这装什么大明白？不识抬举！东西是我的，我想卖多少卖多少。你要是再伸手硬抢，我就当明抢报关了。好，活该你穷一辈子。兄弟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咱们重新谈。想做生意就出一个实在价，别耍花招。1000块，你总要让我赚一点吧？成交。兄弟，以后有好东西尽管来，我这人讲规矩。哟，江兄弟，这一批货漂亮啊，特别是这大黄鱼，这年头可不多见。以后好东西尽管送来，我这边客源稳，你有多少我要多少。行，后面还有大货。那我可等着啦。老板，这是600尾款，您点点。江川，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当初你交首付把船开走，我媳妇儿骂了我3天，
说我这船算打水漂了。真没想到你小子脱胎换骨了。人总得活个人样。这个家真的活过来了。姐，姐夫，粥熬好了，我也能帮家里干活了。香，念瑶熬的粥比镇上酒楼的还好喝。哎呦喂，发财了呀！江川，你表弟正缺床新被子娶媳妇儿呢，这布料我拿去给他做2身衣裳。江翠花，那是我家的东西，你别乱碰。江川，你眼瞎了！你就看着你媳妇儿欺负你亲姑姑。这江翠花怎么还有脸过来？就是上回来闹了一回还不够。婉晴说的话就是我的意思，这个家她做主，门在那边，不送。好，好，你们一对白眼狼，以后要饭别逃到我家门上。你刚才真霸气。江川出事了，海边老周家、刘家几户下的网被人割了，里面的货一个也没了。你脑子活，快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走。一刀断绳，刀很长很薄，动作没有丝毫拖泥带水，不是咱们平时用的割网刀。村长，你看，这几个脚印花纹身是城里人常穿的厚底胶鞋，而且拖拽渔网的痕迹一路延伸到深水区，说明他们是有船接应的。这应该是一伙盗鱼团伙。那怎么办？要不我去上报吧？先别报，现在报上去，人早就跑了。你吩咐下去，把剩下的网先收起来一部分，留一部分在原处当诱饵。今晚我来守，等他们来偷，抓现情。你一个人守？这帮人可是带着刀的。我叫上村里几个青壮年。一个人够了，人多了反而暴露。行，你小心，需要什么跟我说。晚上出海？不出海，村里的网被专业团伙偷了。今晚我去海边守着，抓贼。晚上海风毒，记得穿上。馒头是热的，守夜别饿着肚子。还有，电池我给你换了全新的。好。姐夫，你晚上要去打坏人吗？姐夫是去给咱们村讨个公道，你乖乖睡觉，明天一早，姐夫给你带好吃的。来了。有人！跑得掉吗？别打，别打！他们是从那个方向来的。这是什么？这竟然是龙涎香！那是我前段时间海边捡的，我们觉得也不值钱，就一直扔在那儿。谁让你们来偷鱼的？大哥，真不知道，我们就是接活干活的，
有人告诉我们去哪儿偷什么，我们就去。好家伙，4个人，这么多货！这刀、这网、这鱼枪，这哪是偷鱼啊？这是专业作案的。江川，你小子真行，一个人逮了4个，连他们的窝都端了。这是我家的，我的网，我还以为是被浪卷走了。大家各自认领自己的东西，渔获分回去，工具和武器留下当证据。村长，这帮人据点在那个小岛上，里面有地图，标注了咱们好几个村的出海时间和网位，这应该是有人背后指挥。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今天就报上去，让他们派人来处理。该报就报。姐夫，村里人都说你是大英雄，一个人打跑了4个坏人。姐夫不是英雄，姐夫就是去拿回咱们自己的东西。手怎么回事？昨晚不是说不拼命吗？夜里太黑，在礁石上蹭了一下。进屋，洗手，我给你上药。婉晴让你担心了。以后注意点，我又不能天天在你身边。前世我发家后，对这种稀罕之物也有过了解。这么大一块，可是值不少钱呢。还好这帮偷鱼贼不识货，让我捡了个大漏。明天一早，去镇上的老街转转，那家里的日子就能真正翻篇了。收破烂，出门左拐，看物件自己长眼。东西不错，可惜在水里泡太久，杂质太多，味道散了。我只能给你800块。老爷子，欺负我不懂行，要真是不值钱，你犯得着戴上真丝手套。您喝茶吧，我去县城的聚宝斋转转。哎，小兄弟留步，有话好商量嘛。1200，少1分我走人。1000块，这真是我能出的极限了，总得给我留口汤喝。成交，小兄弟，以后有这种海捞货，直接来找我。苏念瑶的方子，按之前的剂量抓半年的量。一套最结实的尼龙网，一副高密度的潜水镜，再来一把金刚打造的放血鱼刀。捡漏是撞大运，不能当饭吃。手里有了这笔启动资金，是时候把真正的长远买卖做起来了。姐夫，这么多药得花多少钱啊？我是不是把家里的钱都吃空了？说什么傻话，钱就是用来救命的，只要你乖乖按时吃药，把身体养得白白胖胖的，这就是对姐夫最大的帮忙。那件东西你卖了多少？1000，加上抓药和房子工钱，现在手里还有800。江川，家里现在不愁吃穿了，那种来路不明的海捞货，以后别碰了。我心里有数。江川，你这房子修的比村长家还气派了。气派什么？能住人就行了。什么话？这搁以前想都不敢想。好好的，怎么哭了？几个月前，这里还是个随时要塌的烂摊子，我从来没想过我们家可以过上这种日子。姐，姐夫，喝茶。婉晴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说。我想把手里剩下的钱全砸进去，搞海产养殖，围一片浅湾做网箱，专门养海参和鲍鱼。靠海吃海，赶海捕鱼终究是靠天吃饭。如果遇到长期的恶劣天气，或者念瑶的病有反复，手里没个持续生钱的进项，根本扛不住。水里的东西娇贵，万一遇上洪潮，或者养不活呢？风险一定有。但我爹留下的手札里详细记录了这片海域的水温、盐度和海参的习性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亏了，我江川就算下海捞泥，也不会让你们姐妹俩饿着。既然你认准了，那就干。不管你干什么，我跟你一起扛。好。
哟，这不是江家媳妇儿吗？怎么，你家那个酒鬼男人又歇菜了？让你一个娘们儿出来抛头露面？青口8斤，花蛤6斤，小黄鱼4条，品相都在这儿，你报个价。青口不肥，黄鱼太小，给你个整，3块钱，全留下吧。你看，那胖子死性不改，又想坑人，就他那样，早晚出事儿。今天早市青口底价是5毛，花蛤4毛，野生小黄鱼1块以上。你欺负我不懂价。你要是不会做生意，我可以让江川和你谈谈。哎，姑奶奶，别走别走，15块，这批货我要了。过秤，拿钱。以后再也不惹江家的人了。那养殖的事儿什么时候开始？种苗后天到，到了就下水。网箱搭好了吗？明天搭，你来帮我。行。这个家终于像个家了。网箱就围在这片，大概4分地的大小。这边水流畅通，海参喜欢活水。那边靠礁石的地方水浅一点，鲍鱼放那儿，它喜欢吸附在石头上。水深不深？万一大潮来了，会不会把网箱冲垮？不会，我在外圈多打2排桩，再横着拉一道加固绳，台风都扛得住，普通潮水更没问题。前世我翻了半辈子身，靠的全是命硬和运气。这一次，我要靠自己铺的路。江川啊，听说你搞了那个什么网箱养殖，咱们这近海的鱼是越来越难打了。你看能不能带老哥哥们，带大家一起干？可以，但我江川的规矩得立在前面。第一，必须严格按我说的做，谁敢自作主张偷工减料，立刻踢出去。第二，亲兄弟明算账，赚了按股分红，亏了各担风险。第三，绝不许中途撂挑子，能做到，明天来找我。行，江川，大伙儿信你，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。姐夫，我帮你记账吧，我会写数字，也会打算盘。写得好，以后养殖的进出账都归你记。念瑶，别坐太久，起来活动活动。知道了，姐，我记完这一笔。没想到这丫头还有这能力，倒是让我有了一大助力。谢谢姐夫。江川啊，你来的不巧，最近饲料紧张，厂那边断货了，暂时没货。上个月我买的时候你还有货，怎么突然就断货了？这个厂那边的事儿我也说不准，要不你过几天再来。老板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兄弟，不是我不想卖给你，是有人打了招呼，我也要做生意的，得罪不起。黑哥偷船偷鱼，现在又直接卡我的渠道，看来我们要算一算账了。欺人太甚！陈老黑这王八蛋卡你一个人，等于是卡死了咱们全村养殖的希望。村长，打蛇打7寸，陈老黑能在镇上作威作福，靠的是垄断镇码头的海货收购权。他要卡我，我就直接砸他的饭碗。怎么砸？全村的货，从此以后一斤也不走镇码头。我已经在县城联系了周老板，咱们自己用船走水路，直攻县城，没有中间商抽成，咱们不仅不受气，赚的还更多。干了！老子早受够这窝囊气了，但这事儿得跟大伙商量。你组织一下，我把情况跟大家说清楚。怎么了？今天去镇上饲料店，那个人以后还会找麻烦吗？会，但他能卡我一时，卡不了一世。镇上的渠道他掐得住，县城的渠道他掐不住。饲料我已经从县城找到了路子，贵一点，但断不了。那养殖的饲料成本就高了。
暂时高一点，等村里的渠道统一了，量大了一起采购，价格就能压下来。关键是把路走通，不能让他把门堵死。以后的事情你别一个人扛，这个家里还有我和念瑶呢。知道了。江川是吧？黑哥让我给你带个话，说，哼，镇上这片海的规矩全凭黑哥说了算。你搞的那个什么海参养殖，黑哥看上了，以后你这网箱里出的货，黑哥8毛钱一斤全收了。你要是敢卖给别人，这鱼的下场就是你和你家里这2个女人的下场。8毛钱。镇上收死鱼都不止这个价，陈老黑这是要明抢！小子，你知道又能怎么着？给我把这些破网砸了，给他长长记性！滚回去告诉陈老黑，我江川的货，他一根海带丝都别想动。他要是再敢踏进我们村办，我亲自去镇上算账。滚！陈老黑的人今天吃了亏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咱们的网箱都在海里，我们也不能一直盯着吧。防是防不住的，他今天敢光明正大来下通知，就是吃准了全镇的销路都在他手里。既然他要断我的路，我就直接掀他的桌子。你要直接走县城？对，我明天就找村长，把全村的人联合起来。这已经不是我一家人的事了。村长，陈老黑可是个活阎王啊！他放出话来，谁敢跟着江川搞养殖，以后咱们连一条小鱼干都别想在镇上卖出去啊！江川啊，要不咱们服个软吧？这网箱咱们不搞了。服软？你们服软了半辈子，陈老黑给过你们好日子过吗？他今天敢8毛钱抢我的海参，明天就敢1毛钱抢你们的青口。他陈老黑能一手遮天，无非是卡着镇上的收购码头，但我已经摸清了去县城的水路。县城的周老板愿意出比镇上高2成的价格收货，只要量大，还给补贴运费。可是，去县城那么远，咱们的饲料和种苗怎么办？饲料我已经在县城联系好了，统一去县城采购，统一走水路发货。陈老黑就算手眼通天，也伸不到咱们村里来。现在我问你们，是想一辈子被陈老黑踩在脚底下，还是跟着继续干？我干了！这窝囊气老子早受够了，算我一个！死活跟着川子干了！其实，你早就想好要拉着全村人一起对抗他了，对吧？他势力大，我一个人护不住你们，只有把全村人的利益和咱们绑在一起，陈老黑才不敢轻易动粗。江川，你真的变了，你的胆识、手段、算计，跟以前完全是2个人。以前的我是个混蛋，死过一次才明白什么是该拿命守着的东西。婉晴，我没法跟你解释我是怎么开窍的，但我发誓，现在这个江川是为了你和念瑶活着的。不管你为了什么，只要你走正道，这个家我替你守着。怎么了？老周出海被伤着了，船也翻了，人差点没回来，你快去看看吧。这不是撞的，是咬的。咬的？什么东西咬的？
鲨鱼，这可怎么办？广乡里可是刚下的种苗，要是被鲨鱼冲了，钱全打水漂了。对呀，这样以后咱可怎么出海呀？江川，你拿个主意。大家先别慌，鲨鱼不会一直在近海待着，它跟着时儿来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2件事：第一，组织人在岸边放哨，看见海面有异常立刻通知，这段时间谁也别单独出海；第二，我去负责把鲨鱼引走。你一个人去？那可是鲨鱼，又不是鱼叉能插的。放心吧，龙王爷可不敢收我。来吧，畜生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好家伙，这个头得有个3、4米了吧？对，跟着来，再往前游一点，从我往下，越远越好。不好！成年大白鲨，这片海域怎么会招来这种活阎王？给老子转过去！好大的蛮力，不能硬拼。畜生就是畜生。见了血就走不动道。既然你闻着腥味来，今天就别想全虚全伪的回去。离大退潮还有不到1小时，我记得那片像死水坑底下全是一线天的乱石槽，进得去出不来。今天老子就请你进瓮。快看，江川的船被咬住了，那背鳍得有1米多高啊！我的娘嘞，那个头怕不是大白鲨吧？江川这是往哪儿开呢？胡闹，那是黑礁死水槽，底下全是吃人的暗礁。大退潮的时候，水深连1米都不到，船开进去必出礁无疑。江川，你一定要回来，你答应过我和聂瑶的。 3、2、1，就是这儿。畜生，你的死期到了！受了重伤还这么凶，要是换个生手，今天真得被你拖进海里。给我躺下！这身皮肉和鱼翅，够换不少好东西。 回来了，江川回来了！这是把那头大白鲨给拖回来了。婉晴，哭什么？我这不是全虚全伪的回来了吗？你浑身都是血，伤着哪儿了没有？快让我看看。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！你给咱们全村除了大害呀！全是这畜生的血，我连块皮都没擦破。村长。 劳烦借村里的拖拉机用用，这大货得趁夜拉到镇上去，晚了肉就发酸了。拖拉机就在村口，随便你用。掌柜的，快来看，这是极品的大海鲨呀！这背鳍，这裙边，绝对是上等货色。江川，真有你的，这么大的鲨鱼都能打回来。红姐，明人不说暗话，
这鲨鱼肉、鱼皮，还有这整副极品大鱼翅，您给个敞亮价。这副大鱼翅品相完美，做成金丝鱼翅，能当镇店之宝。这一整条我给你算3000块，怎么样？3000块现金，现在点清，我马上把货卸给你。痛快！伙计，去账房拿钱。1张、2张，姐夫，这真的是3000块钱啊！那是你姐夫拿命抢回来的。婉晴，别这么说，有了这笔钱，咱们接下来的几件大事就能彻底办踏实了。婉晴，这1000块，明天一早你拿去镇上济世堂。老掌柜说了，念瑶后期的肺痨要断根，必须用野山参，这笔钱就是念瑶的救命钱。姐夫，我的药不用吃那么贵的，普通草药慢慢养着就行。胡说，病根不除，以后怎么嫁人，怎么过日子？听姐夫的，这钱必须花。念瑶，听你姐夫的，明天我就去存到药铺里。剩下1500，明天去采购新的聚乙烯网衣，外围网箱被那畜生撞破了，必须重新加固。加上这几天的死鱼损耗，这笔钱也得全搭进去。3000块钱，转眼就只剩下500。500块也够咱们一家踏踏实实过日子了。只要人在，网箱在，这钱花出去多少，我江川就能10倍100倍的从海里捞回来。李神医，我可打听的真的，江川那小王八蛋昨天卖了一条大鲨鱼，足足赚了3000块现钱。一个乡下打鱼的泥腿子，手里真能攥着这么大一笔横财？千真万确，那钱就放在他家屋里呢。他那小姨子苏念瑶是个要死不活的痨病鬼，江川最宝贝他，只要你按我说的办，不怕他们不乖乖掏钱。放心吧，我这9转还魂通圣丹，在县城里辅助了不少有钱人。到时候别说500块，就是1000块，他也得乖乖奉上。事成之后，你7我3，我要让全村人看看，他江川再横，也得求着我这个亲姑姑。走，随老夫前去悬壶济世。婉晴啊，天大的喜事儿啊！姑姑我昨个跑断了腿，总算把县城同仁堂的李神医给你们请到家来了。江翠花，我们家不欢迎你，带着你的人出去。你这丫头怎么不知好歹呢？我知道你怨我，可念瑶这身子骨能拖吗？李神医可是能起死回生的活神仙，专门来给念瑶断病根的。这位姑娘面色惨白中透着死灰，乃是肺脉枯竭，不出3日，必定咳血崩漏。放你的狗屁！镇上济世堂的大夫说了，念瑶只要按时服药就能好，你少在这里咒我妹妹，滚出去！老夫这颗9转通圣丹，乃是用100年野山参、极品雪莲或以深海龙涎香炼制而成，只需1颗，保他驱除病根，重获新生。听见没有，婉晴，这可是救命的神药，只要你拿500块成本钱，你妹妹就能好了。500块买一颗面粉裹黑灰的泥丸子，李神医这买卖比海盗抢劫来钱还快啊！江川，你少在这阴阳怪气！李大夫是来救念瑶命的，你平时装的那么疼小姨子，现在连500块药钱都舍不得掏了。我的钱用来救人，不是用来为骗子。无知小儿，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，那就看着你小姨子七窍流血暴毙吧！老夫告辞。别急着走啊！熟地黄的废渣，炒焦的黄豆粉，掺了劣质硫磺防腐。念瑶是阴虚劳热之症，真要吃下你这颗虎狼之药，半个时辰内就会肺脉咳血而亡。你胡说八道！你一个打鱼的粗人，懂什么医理药性？你拿着催命的毒药来我家骗钱害命，就像这样一走了之？放开我！你知道老子在县城跟谁混的吗？老子可是黑哥拜把子兄弟手底下的人。原来又是陈老黑养的狗。啊！大爷饶命！江川疯了，连神医都敢打，要遭天谴呐！快，就是这里！刚才有乡亲看到县里通缉的江湖骗子进了江川家。李麻子，果然是你！老实点，蹲下！我认栽，我交代，
全是江翠花找上我说这家人有几千块横财，让我来分一杯羹的。丧尽天良的恶婆娘，连自家亲侄女的救命钱都合伙外人来骗。江翠花，你涉嫌引诱、包庇流窜诈骗犯，跟我们回去接受审讯。青天大老爷，我冤枉啊！小川、婉晴，我是你们亲姑姑啊，快帮我说句公道话啊！带走，全部押回所里。姐夫，今天多亏你。傻丫头，说什么胡话？你是我和你姐的亲人，永远不是累赘。面煮好了，趁热吃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陈老黑这条毒蛇已经开始急了，接下来的风浪只会更大。但只要咱们一家人劲往一处使，这片海谁也别想从咱们手里抢走。江川，这棵12年的长白山野山参，加上炮制好的紫河车，是固本培元的极品。这方子连吃3个月，你小姨子的肺痨就算不能除根，也能保她10年内不犯病。掌柜的，点点。拿好，早晚各一次，文火慢熬。谢谢掌柜。 1000块就换了这么几个纸包，家里的底子又空了。网腔那边刚补完苗，下个月还得买饲料。药买到了，我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。今晚我的事儿你别操心。又要出夜海，陈老黑的人最近在码头盯得很紧，我怕他们下黑手。他们要是敢来，我就当是给我免费送化肥了。老二，动手麻利点。放心吧，大哥，就这点三脚猫的潜水功夫，也敢来我的地盘撒野？呜呜，大哥有诈！这外面怎么还套了一层废铁网？江川，你他妈敢阴我们！阴你们！老子在外围拉废铁网防大鱼，是你们自己瞎了狗眼往上撞。你别乱来！你要是敢动我们一根汗毛，明天码头上你就别想站住脚！哼，拿陈老黑压我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说，陈老黑让你们来，除了割网，还打算干什么？就是割网，没别的。你识相的就把我们放了，这事儿就算翻篇。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既然不想说，那就尝尝我这网箱里最肥的鱼饵吧，这才像句人话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水，今晚就好好在这儿泡着吧。明天一早，我送你们去个好地方。快看，江川抓到贼了！江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昨晚我在网箱守夜，这2个人潜水去割我的渔网，被我外围的防沙铁网挂住了，人赃并获，匕首还在船上。姐，这汤真苦，但我感觉喝完以后，胸口那团闷气散了不少。良药苦口，老掌柜说了，这副药吃完，你就和正常人没两样了。药是好药，但吃完这个月，下个月的药钱又得1000块。网筐里的海参还得大半个月才能出货，中间这半个月的真空期，陈老黑肯定会想办法卡我们的脖子。他总不能把海也封了吧？这几天县城来收散货的冷冻车一次都没来过咱们村。陈老黑真正想要的不是我的网箱，他从一开始就盯上了这片海域。那边连个落脚的岛都没有，他盯那里干什么？以前我以为我爹是被风浪卷走的，直到昨天我在水下检查防沙网，发现了几块散落的青花瓷片。青花瓷？海底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我爹当年一定是发现了这个秘密，手折上记录了位置。这事儿太大了，我们斗不过他们的。那些人都是亡命徒，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你千万别去碰那个沉船。婉晴，你放心，我只求财养家。周总，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江兄弟，上次那对极品大白鲨鱼翅就是他一个人在海里猎来的。陈老黑最近可是放了话，整个县城谁敢收你的货，就是跟他过不去。周总，
我江川是个粗人，只认规矩和钱。再过半个月，第一批极品活体海参就能出水。只要您敢收，我保证品质比市场上任何一家都高出3个档次。这笔买卖，您稳赚不赔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有种！你的货只要品质真如你所说，我全包了，价格按市场最高价走。但我有个条件。您说。我只负责收货，运输的风险你自己担。周总，这路途遥远，让江川一个人扛这风险。一言为定，半个月后第一批海参，我亲自给您押送到县城冷库。痛快！我就喜欢跟你这种有血性的人做生意。干！江川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打劫银行了？李叔，废话不多说，角落里那艘7成新的大马力柴油渔船，我记得你原本是打算卖给外村的，我要了。这3000块是全款。这船确实结实，底盘也稳，可是柴油机太费油了，平时出近海根本不划算。我要的就是马力大，底盘稳，另外帮我把船头加装一层加厚的防撞钢板，船尾装上最结实的绞盘。3天内，行，我带几个徒弟连夜赶工，保证给你弄得像铁王八一样结实。姐夫，买船的3000块加上改装费，还有下半个月买特殊饲料的定金，咱们家账上的现钱只剩下不到100块了。100块？那要是网箱再出点什么意外，连应急的钱都没了。不破不立。这艘大船是我们打破陈老黑封锁的唯一武器。婉晴，半个月后我就要去县城送货，这段时间家里的网仓我只能托付给你了。你放心去拼，这片网仓是咱们全家的命根子，有我在，天塌下来我也给你守住。黑哥，打听清楚了，那江川从老李头那里买了一艘大马力柴油船，还加装了防撞钢板。大马力渔船，这小子是铁了心要绕过老子的码头，自己去县城送货啊！不仅如此，听说县城的周总发了话，只要江川能把货安全送到冷库，他全按最高价收。在我的地盘上，还轮不到你这个打鱼的泥揣顶子翻天！去半个月后，把咱们要他的船赶出海，就在魔鬼峡那段水路把人给我截住。明白。川哥，整整2000斤极品黑条海参全在这儿了，这要是运到县城，那可是一座金山啊！辛苦大家伙了，等我从县城拿了钱回来，按之前说好的，家家户户都有大红包。里面是刚烙的葱油饼，还有热汤，路上吃。别哭，我说过，我是去赚大钱的，又不是去赴死。你记住，人必须给我活着回来，就算天大的窟窿，我陪你一起补。起航！终于来了。你以为我花3000块钱装的钢板是用来当摆设的吗？立刻把船停下，把货全交出来！快躲开！第一艘，给我装它，从2侧夹击！想跟我玩夹击，你们对这片海的脾气一无所知。陈老黑，爷爷我先走一步了，回去练几年再来学人家在海上劫道吧。好，江川兄弟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，这品相就算放到省城也是抢手货。周总，2000斤，1两不少。哈哈哈哈，痛快！按我们之前说好的最高价，加上这批货品项极佳，我再给你加半成的运费补贴。江川，这笔钱你拿得安稳，以后你在县城的路，我老周保了。周总，合作愉快。废物，全他妈是一群废物！3艘快艇，10几个弟兄，连他妈一艘破渔船都拦不住。黑哥真不怪就是个疯子，而且听说县城的周老总发话了，以后江川的货他全包了。周老总算个什么东西？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既然在海上堵不住他，就在他后院放把火。去，放风出去，就说我陈老黑高价收海货，只要是散户的，我出的价比县城高2成。我看他江川一个人，能不能把全村的人心都收拢住？川子，你真把路走通了啊！等等。川哥，那个我家里最近急用钱，
下半个月的网箱我不掺和了，我那份海参苗我想退股。退股？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，中途退股要扣违约金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，扣就扣。镇上陈老板发话了，现在海货价格涨了，我打算单干，把货卖到镇上去。我们也要退股，我们不合伙了。你们这群白眼狼，江川拼死拼活打通了销路，你们现在看陈老黑出价高，就要过河拆桥。既然他们想去镇上发财，那就让他们去，按规矩算账，退钱。村里现在人心惶惶的，不少人都有些动摇。陈老黑想用这点蝇头小利，瓦解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合作。姐夫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婉晴、念瑶，你们记住，在这个村子里，只有跟我们一条心的人才能吃到最后的那块肥肉。用不了几天，刘二狗他们就会哭着回来求我，到时候我要让全村人都看清楚，谁才是真正能带他们发财的人。这都等了一上午了，陈老板到底什么时候来收货啊？再等下去，这参可就死了。催什么催？陈老板发话了，最近海参市场饱和，不要了，你们拉回去吧。不要了，前2天不是还说高价收吗？我这可是把家底都搭进去了，你不要我卖给谁去？我管你卖给谁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真以为陈老大是做慈善的？滚滚滚，别在这儿挡道！完了，这下全赔光了。川哥，我错了，求求你大发慈悲，把我的货收了吧，不然我全家都得饿死啊！川哥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您收下海参吧。川子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看这……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你们既然选择了退股，就要承担后果。大家听好了，我江川不是做慈善的，跟着我干的有肉吃有钱分，但谁要是敢当墙头草，我这艘船上永远没有他的位置。陈老黑这招杀鸡儆猴失败了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仔细研究了这航海图上的坐标，那艘沉船的位置正好在魔鬼峡的外围暗礁区。陈老黑这么疯狂的想要控制那片海域，一定还有更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你还是要去探那艘沉船。只要我能拿到陈老黑盗捞文物的确凿证据，就能彻底拔掉这颗毒瘤，还咱们这片海一个太平。婉清，等这件事了结，我就安安心心陪着你和念瑶，咱们好好过日子。老掌柜，您上次说最后这个疗程需要那位崖壁金燕窝，我今天把钱带来了。江川啊，你来晚了一步。就在昨天，镇上的陈老黑派人把铺子里所有的崖壁金燕窝全给买空了。他就是冲着我来的。谁说不是呢？他放了话，3个月内，谁要是敢卖这味药给你，就是砸他陈老黑的饭碗。要是断了这味药，念瑶的病会怎么样？前功尽弃，气血接不上，之前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，以后再想断根，可就难如登天了。老掌柜，外海的海燕崖还有没有这东西？不可呀！那海燕崖几乎是直上直下悬在深海上，平时连只鸟都很难落脚，你徒手去爬，那是要摔得粉身碎骨的。粉身碎骨也得去，我江川答应过的事儿，就绝对不会反悔。江老板，这是周总托人从国外给您弄来的潜水设备，氧气瓶、脚蹼、防水探照灯，还有您特意嘱咐要的防水相机，全都在这儿了。替我多谢周总。你真要去海燕崖？村里的老人都说那里有去无回，就为了几盏燕窝，你连命都不要了吗？念瑶的病就差这临门一脚，怎么说也不能半途而废啊！答应我，平平安安的回来。我不在家的这天，你多留个心眼儿。家里有我，你放心。加油，江川！今天就是龙潭虎穴，我也得闯他一闯。这上面的风比底下大了1倍。给我撑住！
念瑶的病有救了。黑哥算得真准，江川那小子果然去海燕崖送死了。咱们把这电闸一砸，抽水泵一停，他那2000斤海参明早就得全翻白肚皮。八哥，看我的，一棍子就给他敲稀碎。妈的，是个娘们儿！过去把他嘴堵上，别让他坏了老子的好事儿。谁敢往前踏一步，我跟他拼命！谁敢在咱们村撒野，给我围起来！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们是路过的。滚回去告诉陈老黑，江川不在家，这渔村也不是他能随便撒野的地方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怕你回不来？没事了，药我采到了。川子，昨晚陈老黑派人来砸抽水泵，是婉晴这丫头一个人守在前面，才保住了那2000斤海参呢。你一个人对付那帮流氓，伤着没有？我好得很，我说过，家里有我，谁也别想动。婉晴，好样的。疼不疼？有你给我上药，一点都不疼。姐夫，为了我的病，你连命都豁出去了。你和姐姐的大恩大德，我苏念瑶这辈子做牛做马也报答不完。一家人说这些干什么？快把药喝了，只要你健健康康的，我和你姐就什么都值了。陈老黑，你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今天我也该去抄你的老底了。果然在这儿，这些就是陈老黑犯罪的铁证。只要把这些东西交上去，他在镇上的好日子就彻底到头了。看来这陈老黑很着急了。捞吧，你们捞的越多，身上的罪就越重。这真的是海底捞上来的古董？陈老黑居然干这么大的勾当！没错，他垄断海鲜市场只是个幌子，真正的摇钱树是这艘沉船。江川，咱们把这交上去吧，别自己扛了。交是肯定要交的，但不能直接给镇上的所里。陈老黑在镇上盘根错节，这封信我得直接寄给县里的执法部门。而且光有照片还不够，得把他的人赃并获才行。这几天咱们得多加小心。黑哥，昨晚水下不对劲儿，我们下去的时候，发现沉船旁边的泥沙有被新鲜翻动过的痕迹，像是有大型鱼类，或者是人。废物！什么大型鱼类？这片海域除了江川那个不要命的，谁还有本事摸到那个深度？那您的意思是，江川已经知道咱们在下面捞东西了？那咱们是不是得停手避避风头？停手！县城的买家催着要货，这时候停手，老子拿什么交差？既然他江川可能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，那我就先下手为强，让他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。去，叫几个人换上官家的衣裳，跟我走一趟。赵站长，您看，就是这儿。这江川为了催肥海参，往海里大肆倾倒违禁的化学药剂，不仅把这片海的水质全毁了，周围的鱼虾也都死绝了。镇长，这水的颜色和气味确实不对，必须立刻拆除网箱，收回所有海产。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我们家养的，吃的是正规的饲料，用的是纯天然的活水。这位同志，水质是否被污染，不是你一面之词能决定的。婉晴妹子，听见没？这可是镇长亲自来执法，你还不赶紧让开？难不成想抗法？抗法不敢，
但要是有人想打着执法的幌子公报私仇，我江川第一个不答应。你就是江川？有人举报你投毒养殖，他说我投毒，就凭那台连水都没沾着的检测仪。我们是专业人员，看一眼就知道有问题。聂瑶，把东西拿过来。这是我们家从县城正规饲料厂进货的票据，每一笔都有描细。镇长，账本是可以造假的，您别被他们骗了。陈老板，既然你说这水里有剧毒，我敢当着镇长的面把这杯水喝下去，你敢不敢喝？你少来这套！您都看到了，要是水里有毒，我现在已经倒下了。我是听了陈老板的一面之词，回去给我写深刻检讨，停职反省。陈老板，做生意要凭真本事，以后这种无凭无据的举报，我不希望再看到第二次。镇长教训的是，江川，好好干，只要你走正道，镇上会支持你们这些带头致富的年轻人。镇长放心，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。既然白道上弄不死你，就让你死在海里。江川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船出毛病了？有人昨晚上过我的船，转斗筹的固定螺栓被拧松了。要是我没检查就出海，开到深水域一加速，轴一断，船就会失去动力，直接翻沉。他们这是要谋财害命！我这就去报案。报案没用。婉晴，你去把家里那几桶防锈油提来。今天我要给他唱一出空城计。这封信我亲自去镇上寄给县里的执法大队，你和聂瑶在家把门锁好。你去吧，家里有我。师傅，这可是加急挂号信，寄给县执法大队的，您可得帮我拿稳了，别弄丢了。放心吧，江老板。坏了，出大事了！黑哥，不好了，天塌了！慌什么？不是，江川没出海，他刚才去邮局寄信了。他好像有咱们在海底盗捞瓷器的照片底片。他怎么会有照片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黑哥。咱们现在怎么办？跑吧！跑？往哪儿跑？县城的钱老板那边要货要得紧，要是咱们空着手跑了，钱老板也会找人弄死我们。马上叫齐所有弟兄，带上家伙，今天就算追到公海，也要把他和他的船一起轰成渣。知道拦不住你，这件救生衣我重新缝过，里面加了软木塞，浮力大，穿上它。好，等我回来，咱们家就彻底太平了。江川，你跑不掉的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。交出底片，留你全尸。陈老黑，你上钩了，这片魔鬼礁就是我给你们选好的地。好戏开场了。给老子贴上去！前头就是死礁区，他那大船吃水深，根本跑不远。黑哥，前头水流太急了，咱们的快艇吃不住侧风啊！少废话，全速冲过去！既然你这么想赶投胎，那这片石林就送给你了。停船！快停船！该死！我的船！江川！陈老板，海上的风浪滋味怎么样？江川，等回了镇上，老子一定拆了你的骨头！你在这片海域横行霸道这么多年，真以为天底下没人治得了你？听听这声音，来接你的人已经到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你的时代结束了，陈老黑。报告，人证物证全部查实。陈黑子，你在镇上作恶多端，又走私盗捞，证据确凿，跟我们走吧。姐，
雨都停了这么久了，姐夫怎么还没影啊？别胡说，你姐夫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看见了，看见了，是大船，江川的船回来了！天哪，后面还跟着2艘大铁壳执法船呢！你吓死我了！你知不知道那一整夜的雷雨我有多怕？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姐夫，你真把那个大坏蛋打跑了吗？陈老黑和他的手下全被执法部门抓走了，以后这片海再也没人敢来欺负咱们了。川子，好小子，你给咱们全村除了一大害，咱们村的好日子真要来了。村长，这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咱们全村一起赚钱。川子，镇上的海鲜市场今天一早就贴了通告，陈老黑的几个门市全被查封了。可不是嘛，平时被那黑心鬼压价压得喘不过气，现在总算能把货卖个公道价了。川哥，你之前说的带领大伙搞网箱养殖，现在陈老黑倒了，咱们是不是能大干一场了？大干是一定要大干的，但这几天天气热的反常，咱们的货虽然成熟了，但保鲜是个大问题。江川说的对，去县城的水路虽然通了，但要是没有足够的冰块压着，海参一出水，半天就得化成水。咱们镇上就一家制冰厂，以前全是陈老黑罩着的，现在的掌柜郑胖子也不是个善茬啊。下午我亲自去一趟镇上制冰厂，只要冰块供应得上，后天咱们就发第一批大货。郑老板，我是后山渔村的江川，后天我们需要2吨大冰块，用来给网箱的海参保鲜运去县城，麻烦你报个价。哟，这不是单枪匹马把陈老黑掀翻的江大英雄吗？失敬失敬啊！1吨冰30块，2吨60块，先给钱后拉货。平时镇上渔船拿冰1吨只要8块钱。郑老板，你这价格翻了快4倍。江兄弟，今时不同往日，天这么热，镇上的机器老旧，制冰成本高啊。或者这样，你把那批海参按5毛钱1斤卖给我，冰块我免费送你，怎么样？5毛钱，县城收2块51斤。郑老板，陈老黑刚进去，你就急着当第2个陈老黑？江川，别给你脸不要脸！今天这30块1吨，你爱要不要？郑老板，把你的冰留着自己慢慢化水吧。好，有种你别回来求我！买点啥？掌柜的，你这儿的消食怎么卖？消食？那玩意儿平时就几家染坊买点去顾色，堆在后院都快受潮了。你要多少？你后院有多少，我全要了。麻烦帮我雇辆板车，全送到后山渔村。好嘞。江川，念瑶的药吃得怎么样了？托您的福，念瑶这2天已经不咳嗽了，脸色红润得很。那就好，只要底子补足了，这病就算彻底断了根。老掌柜，我还想跟您买几个大号的铜盆和吸铁罐子。行，后堂多的是，尽管拿去用。都看好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。天哪，水真的结冰了！乡亲们，这不是法术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。这么说，咱们以后再也不用看制冰厂的脸色了。哈哈哈，何止不用看他脸色，今晚大伙儿一起动手，把咱们村所有的盆盆罐罐全装满水。明天一早，咱们用自家的冰运海参，剩下的冰全村平分，让家家户户今晚都吃上冰镇凉水。威武！川子，这批海参个顶个的壮实啊！对呀，哈哈哈哈！大伙儿加把劲儿，装完最后10箱，咱们立刻开船直奔县城。
看着吧，这么毒的日头，不出2个时辰，江川那小子就得跪着来求我买兵。那是，黑哥到了，这方圆几十里，谁敢不给郑老板面子？老刘，要兵不？今天便宜点，28块1吨，匀给你。郑老板，人家后山渔村现在自己造兵，全村都在用大冰块镇海鲜。你说什么？全镇都知道了，江川用土法子造了几十吨冰，谁还买你这天价冰啊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好，太好了！这么热的天运过来，居然连一点损耗都没有。江川兄弟，你这保鲜手段真是神了！周总过奖了，做买卖讲究的就是个信誉，答应给您最好的货，就绝不能出岔子。这是货款，整整5000块钱，1分不少。多谢周总。姐夫，扣除给村里各家各户的分红和工钱2400块，再扣掉买销子和运输的成本300块，咱们家这次净赚了2300块。这日子真像做梦一样。这不是做梦，这都是咱们踏踏实实挣来的。念瑶，你的病彻底好了，账也算得这么清楚，一天学都没正经上过，太可惜了。姐夫，我能在家里帮你们记账就很开心了。上学要花好多钱的。傻丫头，什么胡话！你从小就聪明，要不是家里穷又生了病，你早就该念高中了。明天一早，我和你姐带你去镇上最好的第一中学报到，学费、生活费，姐夫全包了。姐夫，我一定好好学，考个好大学报答你们。哟，这不是发了大财的江大老板吗？怎么着，带着这个要死不活的小姨子来丢人现眼了？江翠花，嘴巴放干净点，念瑶的病全好了，我们是来报名上学的。上学？哎呦喂，笑死个人了！就他那副穷酸样，连初中毕业证都没有，也配进这一中的大门？大家快来看啊！这江川赚了几个不干不净的臭钱，就想把个痨病鬼塞进学校，祸害别家孩子了。江翠花，皮又痒了是不是？你想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还敢打人不成？念瑶能不能上一中，是学校领导说了算。再敢多嚼一句舌根，我让你表弟在镇码头连扛沙袋的活都找不着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！哟，这位大哥头一回来吧？兄弟，今年一中的插班名额紧得很，但我刘老六在这一片混了10几年了，跟里面的人熟得很。只要你出500块钱的活动费，我保证3天之内给你办妥。不用了，你不走我的路子，你以为你自己能进得去？刘哥，别跟这种人费口舌了。钱老板，您说的是，您家公子的名额我昨天就给您安排好了，实验班第1排靠窗的好位置。穷打鱼的学人家念什么高中？别到时候交不起学费，丢人现眼。你们凭什么拦着不让进？大妹子，你别激动嘛，你们要是不找我，我跟里面打个招呼，他们就说名额满了，你们能怎么着？你是学校的老师还是教育局的干部？我不是。一个蹲校门口骗钱的黄牛，也敢拦我的路？江川，人家刘老六可是在这一片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得罪了他，念言这辈子都别想进这个校门。好啊，原来是你给这个骗子通风报信的。走，我们进去找学校的正式负责人。你进去也没用，我跟里面的人说一声，保准让你白跑一趟。赵老师您好，我们是来给苏念瑶办理高中插班入学手续的。按照规定，休学超过1年的学生复学需要通过1次插班考核。大家都看看啊，有人硬闯学校强行报名，这是挤压我们的名额。别理他们，念瑶的成绩会说明一切。好热闹啊！老校长，叫保安来。这个人冒充学校工作人员，以代办入学名义诈骗家长钱财，立刻处理。还有你，前找黄牛买名额，回去等通知吧。这位苏念瑶同学的材料我看过了，初中成绩非常优异，因病休学2年，我正准备安排插班考核。底子不错，孩子，我们一中的大门永远向每一个有才华、肯努力的孩子敞开。谢谢校长。我江川是个粗人，我江川个人全捐给学校，只希望学生有更好的条件读书。
好后生，有志气。老校长，这孩子的功底扎实的很啊，不像休学过2年的。数学98分，语文95分。念瑶，你太棒了，姐姐知道你行。谢谢老校长，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。苏念瑶同学，欢迎你加入一中高一实验班。江川，你捐的这笔钱，学校会专款专用，每一分都花在学生身上。有您这句话，我放心。江老弟，你今天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前些年我混蛋，让他们吃尽了苦，现在有了本事，就得让他们堂堂正正的挺直腰杆做人。老弟，我听说制冰厂的郑胖子最近在串联几个老把头，打算垄断整个镇的鲜货加工和外销。这人心术不正，前2天还想卡我的冰块。单打独斗，终究成不了大气候。你若想彻底在镇上站稳脚跟，得有自己的加工厂和产业链。多谢周总指点。姐、姐夫，等我考上省城的大学，我就接你们去大城市看世界。傻丫头，只要你平平安安有出息，姐在哪儿都是好日子。婉晴，我要在这镇上建起最好的海产加工厂，然后8抬大轿3转1响，风风光光的把你真正娶进门。好，我等着那一天。村长，这片月亮湾是活水交汇的地方，沙底干净，浮游生物多，这是养马氏猪母贝的绝佳好地。川子，养珍珠可不是闹着玩的，那玩意儿周期长，投入大，要是蚌里吐不出珠子，这钱可就打水漂了。咱们不能光靠卖海账保底，要想在镇上建加工厂，手里必须有高利润的尖货撑腰，珍珠就是咱们的巧门砖。行，我信你的眼光。咱们现在就去镇上，把这块海域的承包权拿下来。慢着，这月亮湾的承包申请，我郑某人也交了一份。做生意讲究个先来后到，这片海湾闲置了那么久，你不要，我一来交表你就来抢。哼哼，江川，镇上的规矩是谁有实力谁拿地，真以为卖了几批海参就能跟我平起平坐了？我打算在月亮湾建个大型制冰分厂，你那点养蚌的钱还是留着买棺材本吧。你这是存心跟我们后山渔村过不去。建制冰厂哪里不能建，非要抢这片浅滩？老子乐意。那就抢水管这玩意儿回来了。吵什么？这里是办公的地方，不是菜市场。你们俩提交的申请我都看了，月亮湾只有1块，给谁都不好服众。领导，您说该怎么办？只要公平。既然你们都是靠海吃饭的，咱们就按海边的老规矩来。赌猪，赌猪！明天中午大退潮，月亮湾会露出最深处的礁石群，那里有不少野生的老蚌。你们俩各凭本事下水摸蚌，每人现挑3个，当众开蚌，谁开出的珍珠品相好、价值高，月亮湾的承包合同就给谁签。哈哈哈哈！好，这个主意好。江川，咱们明天海边见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。江川，我听村长说了，那个郑胖子下午就派人去了县城，听说花重金请了一个专门寻猪的行家来帮忙。婉晴，你放心，我心里有底。明天我跟念瑶去海边给你鼓励。好，明天让你看看你男人的真本事。各位，这位是县城有名的寻猪高人孙专家。时间到，下水，限时1个钟头。就是你们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江川，你是去海底捡垃圾了吗？就这破烂玩意儿也能开出珍珠？老夫先开，让你这乡下人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海珠。出珠了，正宗的海水白珠。虽然个头不算顶尖，但胜在圆润无瑕，市场上少说也值200块。200块的货色也拿出来显摆，看好了，
什么叫一眼定乾坤？年轻人，老夫劝你别白费力气了。这种被寄生虫蛀穿的死蚌，里面就算有珠子，也早就发黑发臭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家看看，这肉都长瘤子了，还极品，是不是极品？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。天哪，这是紫晕走盘珠。郑老板，这颗珠子如果拿到省城的拍卖行，起码能卖到2000块钱以上。我们输了！你说什么？我宣布，月亮湾的承包权正式归江川所有。川子，今天真是太解气了。郑胖子走的时候，那脸黑得像锅底灰一样。村长，月亮湾拿下来了，但咱们不能掉以轻心。现在村里人都跟着你干，咱们人多力量大。我不怕他明着来。川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几天热得太反常了，海水闷得发臭，要是气温再不降，近海的浮游生物大量繁殖，恐怕要出大事。你是说红潮？红了，海水变红了，完了！真的是红潮，咱们的钱全打水漂了。二狗，这可咋办啊？我听镇上的郑老板说了，他愿意大发慈悲，按原价的1半收购咱们手里的股份，赶紧去找江川退股，晚了连1半的钱都拿不到了。谁说海参全完了？江川，你少在这安抚人心。红潮是什么威力？村里哪个老渔民不知道？你不想退钱就直说，别拿大伙的血汗钱开玩笑。郑胖子给了你多少好处，让你在这个时候来动摇军心？你血口喷人，我这是在给找活路。看清楚，这是我连夜去县城买回来的高密度活性炭和生石灰。红潮虽然毒，但它只浮在水面。我们的网箱是深水箱，只要用这些材料在进水口建一道隔离墙，就能把毒素全挡在外面。这法子真能行吗？万一挡不住呢？我江川绝不勉强大家，愿意信我的，留下来跟我一起建隔离墙。不想担风险的，现在就去村长那里登记，我按原价全额退还你们的股份。川子，你疯了！红潮过后，市场上的海产一定会断供，到那时，咱们活下来的海参价格会翻1倍不止。谁要在天亮前下船，我绝不挽留。但等天亮后出了太阳，就别怪我江川。江川，外围的隔离网已经拉完了，石灰开始起作用了，进水口的水变清了不少。婉晴，今天辛苦大家了，这隔离网能撑过今晚，红潮明天就会顺着退潮飘到外海去。川哥，只要能保住这批货，再累我们也认了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郑胖子没能收到咱们的低价股份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今晚我在海上守着，我跟你一起守。好，咱们夫妻俩一起。那边有动静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江川，别怪我心狠。你不仅蠢，还很毒。川哥，我错了，我是一时鬼迷心窍。我白天放你一条生路让你退股，你晚上跑来断全村人的后路。是郑胖子。是他逼我的，他说如果我不把隔离网弄破，就不把退股的钱给我。你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，配在后山渔村待着。今晚你就在这船头吹海风，明天我让全村人看看你的好下场。你个畜生！大家辛辛苦苦建起来的隔离网，你居然想去砍断？你要害死全村人吗？我也是没办法啊。拦住他！回去告诉郑胖子，他这些下三滥的手段我江川记下了。他要是再敢伸手，我就剁了他的爪子。我回去就给他说。老弟，你简直是神仙下凡了！周总，我说过，只要有我在，您的冷库就不会空。今天这批货我不按市场价收了，我给你翻3倍，这笔钱是你应得的保命钱。川子，
活了大半辈子，我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咱们村这次是真的翻身了。村长，这只是个开始，卖活物看天吃饭，风险太大。你是不是又有新的打算了？对，我要在镇上建一家海产加工厂，把吃不完的鲜货做成烘干品和罐头，彻底把主动权握在咱们自己手里。干！川子，你说怎么干，咱们全村就跟着你怎么干。明天我就去镇上盘场地买设备，这一次我要让郑胖子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买卖。这地方够大，稍微修整一下，通风和排水都不错。房东，这3间仓库我租了，先签5年的合同。江老板爽快，租金好商量。川子，场地是有了，但咱们要搞海产烘干，得买大锅炉和传送带吧？那可是精细设备。咱们镇上只有郑胖子有个亲戚在倒卖这些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压根儿没打算从他手里买。咱们去县城看看。这位老板，实在对不住，这台机器已经被人预定了。那旁边这台小一点的呢？也预定了。不光是烘干机，厂里的所有设备今天早上全被人买空了。江川，别白费力气了。这县城方圆50里，所有能用的海产加工设备，我郑某人全包了。你想建加工厂，下辈子吧。郑老板真是财大气粗，不过买一堆废铁回去堆着，希望你的资金链撑得住。哼，死鸭子嘴硬，我看你这工厂怎么开得起来。川子，咱们不买新机器，跑这破铜烂铁堆里来干什么？村长，机器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新机器买不到，咱们就自己造。大爷，这台破锅炉还有旁边那堆废弃的传弹轴承，当废铁卖给我怎么样？那堆破铜烂铁放了3年了，你要是能自己拉走，200块钱全拿去。成交。川子，这破铁疙瘩真能行吗？咱们村可没人懂这些洋玩意儿。村长，烘干机的原理其实很简单，只要锅炉能产生稳定的高温蒸汽，再配上鼓风机，效果比买的新机器差不了多少。熬了3个通宵了，歇会儿吧。婉晴，马上就要试机了，这第一炉必须我亲自盯着。生火加压，开闸，放蒸汽。能行吗？千万要成啊！干透了，火候正好，成功了！江川，你真的造出机器了！你是个天才啊，川子！有了这台机器，咱们全村的海货都不怕坏了。准备挂牌开工，我要让郑胖子看看，什么叫魔高1尺，道高1丈。吉时已到，请江厂长接牌。从今天起，咱们后山渔村有自己的加工厂了。江川，这牌子挂上去，咱们肩上的担子可就更重了。不怕，咱们的烘干线产能很高，不仅能消化自己村的海货，以后还能收购周边散户的货。这个江川，他居然用一堆破铜烂铁，硬生生搞出了一条生产线。老板，这小子邪门的很，要是真让他做大了，镇上的海鲜生意可就没咱们什么事儿了。江川一走，厂里肯定是他那个娘们管事。你去找几个生面孔，弄一批臭鱼烂虾，等他们厂里晚上交接班最忙的时候，给我混进他们的入库单里。老板高明。婉晴，明天一早我就坐客车去县城。这几天刚开工，厂里事情多，你多费点心。你放心去跑销路，厂里的生产进度和入库检验，我会亲自盯着，出不了乱子。姐夫放心，有我在，绝对不让一笔怪账混进来。
有你们俩坐镇大本营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等我从县城拿了质检合格证和订单回来，咱们就可以大批量往外出货了。厂长，这是最后一批货了，一共500斤，赶紧称了吧，兄弟们都急着下班呢。等等，这味道不对。这就是你说的鲜货？这可能是底下压得太久了，死了一点正常的。姐，这个人是傍晚才来报名的散户，之前的进货单上根本没有他的名字。李同志，您看我举报的没错吧？这星河加工厂专门收臭鱼烂虾做成干货，坑害老百姓。苏厂长，按照规定，必须立刻贴封条，停业整顿。李叔叔，这个人根本不在我们的供应商名单里，他这板车上的货也没有任何入库签字。郑老板，这账本做得清清楚楚，你的举报不成立。伪造？好啊，那我们就把公安同志请来，好好审审这个送货的人。算你们狠！昨晚的事我听村长说了，婉晴，委屈你了。我不委屈，我答应过你要守住这个家和厂子。质检报告拿到了吗？拿到了，全优通过，而且我还从县里带回来了一份大礼，专门送给郑胖子的。江川，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？正规，你所谓的正规，就是用工业火碱和福尔马林泡发死海参，冒充鲜货卖给外地客商。你血口喷人，你有证据吗？同志，这就是我昨天在县城提交检验的样本，货是从他厂里流出去的，证据确凿。老李，立刻查封他的冷库和车间，提取样本。郑老板，工业药剂加工食品，这是要草菅人命啊！完了，全完了。我早就警告过你，走歪门邪道，迟早要还。婉晴，最大的绊脚石扫清了，我要给你准备一场全镇最风光的婚礼。同志，把这块表拿出来我看看，还有旁边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我也要了。同志，这表可不便宜，缝纫机得凭券，还得150块。钱和票都在这儿，点点吧。另外，飞鸽自行车、收音机，还有中间那台18寸的大彩电，全部给我开单子。江川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咱们厂子刚起步，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婉晴，当年我混蛋，让你跟着我受尽了委屈，我答应过你，要给你补办一场全镇最风光的婚礼。凭什么？那个小杂种凭什么过得这么好？表姐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江川既然要办大婚，那肯定得讲究个吉利。你有什么馊主意？他现在有钱有势，咱们可惹不起他。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咱们明天带上10几个亲戚，堵在迎亲的路上，拦门要红包。他不给个800、1000的，咱们就不让路。好主意！结婚最怕触霉头，他江川为了面子，肯定得破财消灾。明天咱们就去堵门。哟，新郎官来了。按咱们老祖宗的规矩，这迎亲得过娘家亲戚这一关。江川，这拦门红包准备好了没？拿了红包就让开吧。哼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孝敬亲戚就拿这点碎纸？今天没有1000块钱，这厂你们谁也别想过去！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今天川子大喜，你非要找不痛快是不是？来呀，有种你们就踩着我的身体过去！要钱是吧？这是我昨天找村长和镇领导作证签下的断绝亲属关系文书。从今天起，我和江翠花一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敢不认祖宗？
既然不是亲戚，你们现在就是拦路抢劫。兄弟们，今天是我江川大喜的日子，谁敢拦路，直接给我绑了扔进海里，出了事儿我负责。误会，川哥，都是误会，我们这就走。趁我今天不想见血，带着你的人滚出我们村。以后再敢踏进后山渔村半步，我打断你们的腿！兄弟们，奏乐，迎亲！乡亲们，今天是咱们村江川和苏婉晴的大喜日子，大家吃好喝好。哈哈哈哈！江老弟，恭喜恭喜啊！我这大老远从县城赶过来，没迟到吧？周总，您二位能来，让我这小院蓬荜生辉啊！快请上座。老弟，这不仅是贺礼，更是提前预祝咱们明年的合作更上一层楼。江川，你现在可是咱们镇上的模范青年，不仅自己富了，还带着全村人致富。这杯喜酒我必须得喝。周总、镇领导，还有在座的乡亲们，以前我们家是村里最穷、最被人看不起的，是江川把我们从泥潭里拉了出来。他不仅给了我一个家，还给了我尊严。婉晴，我说过，我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江老弟，你这品控做的比省城的国营大厂还要好。周总，做食品就是做良心。婉婷现在是厂里的质检总监，有一点瑕疵的货，她都绝不让出门。老弟，这次我来是给你带来一笔大买卖。省城百货大楼下了个巨额订单，要5万斤特制海产大礼包，半个月内交货。只要这笔单子做成了，你们星海的牌子就能直接打入省城市场。敢接吗？接。就算是让机器连轴转，大伙3班倒，我也一定按时交货。江川，我全毁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这是我最后的一点保命钱，你们俩今晚带上汽油去江川的加工厂。5万斤的省城大单是吧？我要让他的厂子、他的货，还有他的发财梦，今晚全部烧成灰烬。郑老板放心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明早您就等着看烟花吧。夜里凉，喝口热水吧。你这几天晚上都不怎么合眼，在防什么？这笔省城订单太扎眼了，我已经让村长把这一批加工好的特级货，傍晚就偷偷转移到了村里的旧仓库。厂里现在堆的全是空箱子。你是怕他狗急跳墙来放火？他要是敢来，我这次就让他把牢底坐穿。就从这里翻进去，里面就是他们的主仓库，把汽油全泼在那些纸箱子上。老板，里面黑灯瞎火的，连个看门狗都没有，这江川也太心大了吧？他那是以为我这只死老虎不会咬人了，赶紧动手，只要火一烧起来，神仙也救不了他。兄弟，点火，咱们领完尾款去潇洒。把火机放下。少废话，老子这就点火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开场！
收网。就凭你们也想烧我江川的场子？把他们绑了，去墙外抓那只老狐狸。完了，偷鸡了！你个丧良心的王八蛋，还想烧咱们全村的饭碗，给我绑结实了！江川干得漂亮，这次人赃并获，涉嫌放火破坏生产经营，郑胖子这辈子是别想出来了。老王同志，这都是我们安保队该做的，这些毒瘤一天不除，咱们老百姓做生意就一天不得安宁。江川，你别得意，我就算在牢里，也会天天诅咒你倾家荡产。郑胖子，你输就输在你永远只想着怎么毁掉别人，而我是带着大家一起赚钱。带走吧，脏了咱们厂的空气。5万斤，保质保量，提前1天交货。江老弟，你创造了咱们县加工业的奇迹啊！周总，这是全厂兄弟姐妹没日没夜拼出来的，只要省城那边认可，咱们这牌子就算彻底立住了。江川，刚才财务核算出来了，扣除成本和工人工资，这批货咱们厂净赚了整整3万块。咱们渔村终于熬出头了！通知全村，今晚杀猪宰羊，提前发年终奖。张大顺，网桑分红加厂里加班费，一共1200块，上来领钱。川哥，要不是你，我们一家老口现在还在漏风的土屋里挨冻呢。这笔钱够我们家盖3间大瓦房了。大顺叔，快起来，这是你辛辛苦苦干活应得的，咱们说好了要付一起付。你看，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，咱们村变了这么多。是啊，以前这里全是破旧的茅草屋，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。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了盼头。但最让我高兴的是咱们家变了，你不用再提心吊胆，念瑶也能安心读书。江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生。姐夫，我回来了。全县高一统考总分第1名，校长亲自给我发的奖状，还说只要我保持这个成绩，华清和大北随便挑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太好了！今天这杯酒，为咱们家的女状元干杯！姐夫，咱们厂过完年就要扩建2期了吧？我看了图纸，比现在大了1倍呢。没错，县城周总那边又拿下了外省的渠道。过了年，咱们不仅要加工海产，还要做深海鱼油。这把鱼叉是我当年第1次下海拼命时用的，挂在这里就是提醒我自己，不管走多远，都不能忘了咱们是怎么起家的。川子，快过年了，乡亲们不知道怎么感谢你，就大伙儿凑钱给你打了块牌匾。
川哥，这是咱们全村人的心意，没有你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。川哥，收下吧，这都是自家弄的，不值钱，就是大伙儿的一点心意。乡亲们，这牌匾太重了，我江川能有今天，靠的是大家伙齐心协力。只要大家信得过我，明年的日子咱们过得比今年还要红火。江川同志，鉴于你在带动地方经济、解决村民就业方面的突出贡献，镇里特别授予你年度优秀致富带头人称号。江川，好好干，镇里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。感谢领导信任，我一定不负众望。真快啊，转眼又是1年。是啊，婉晴，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去海燕崖给你弄燕窝的时候吗？那天晚上的风浪比现在大多了。怎么不记得？你当时浑身是血的回来，我差点以为天都要塌了。以后再也不许你去冒那种险了。不用了，咱们现在有了船队，有了工程，你不用再熬夜织网，念瑶也不用再吃那种苦药，咱们家算是彻底在镇上扎下根了。姐、姐夫，快来吃西瓜，这是周总特意从南方运来送咱们的。时间差不多了。江川，这一切真的好像一场最美的梦。婉晴，这不是梦。前世我欠了你们太多，老天爷让我重活一回，就是让我来还债的。这片海咱们守住了，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这就是那个把陈老黑掀翻的穷乡僻壤，连空气都透着一股下等人的鱼腥味儿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车子不要堵在厂门口，影响出货。你就是江川的老婆？把你的狗眼挪开！好，够狂，难怪能把我那条养在镇上的狗陈老黑给送进去。重新认识一下，省城四海商会祁东。这里是10万块，从今天起，你的星海加工厂还有魔鬼妖那片海域的承包权归我四海商会了。拿了钱，带着你全村人，给我滚出这片海！乖乖，这些钱够在省城买2套房子了。我的东西，别说10万，就是100万，你也买不走。你爹当年就是因为不懂规矩，才会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。你想步他的后尘吗？回去告诉你们四海商会的当家人，我爹的命，我江川记下了，但这片海，我寸步不让。好，江川，你有种！那海底绝对不止几件青花瓷。我爹当年一定是找到了这手札里隐藏的终极秘密，龙王眼的真正位置，才被他们按下杀手。婉晴，我们要面对的可能是一群真正的吃人恶狼。那咱们就把他们的牙一颗一颗全拔下来。去床底的暗格拿上鱼骨刀，无论听到什么动静都别出来。老板说了，不要惊动人，一定要把那个老鬼留下的手机带回去。找我爹的手摘，
去阎王爷那里找吧。看来这是一个不小的组织。江川，我送你的见面礼收到了吗？只要你还在海边1天，你全家就别想睡个安稳觉。祁东，回去洗干净脖子等着，日后我亲自去省城会一会你们四海商会。